拜登抵达前夕，解放军绕日航行，日本拖了16年，终于兑现对话承诺。事实证明，对待日本还得强硬一些。大家好，我是肖玉华。日本作为 G7 集团轮值主席国，正在举行 G7 领导人峰会，而美国作为 G7 集团的领导人，总统拜登自然需要前往日本给小弟撑场子。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拜登抵达日本前夕，有媒体爆料，解放军战舰居然绕日航行一圈。据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东北部海域发现了中国海军的055型驱逐舰拉萨舰和054A 型护卫舰枣庄舰，随后两舰通过了宫古海峡，返回了东海。事实上，日本通核幕僚监部早在4月30号就曾发布通告，声称以055型驱逐舰拉萨舰为首的中国海军编队通过了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除此之外，日本还透露，在5月份的海上航行中，中国拉萨舰海军编队几乎穿遍了日本和琉球群岛附近的所有海峡，完成了绕日航行。那么问题来了，在拜登造访日本的前夕，我国多艘海军舰艇绕日航行，这到底是给 G7 集团一点颜色呢，还是正常的例行海上巡航？问题的答案，相信 G7 集团领导人能够领会。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这次绕日航行的效果很好，因为解放军刚刚结束航行，日本就兑现了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日本已经拖了16年。根据媒体报道，中日两国政府宣布，两国防长首次通过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新设立的直通电话进行交谈，就两国关系和双边防务交换意见。对这个直通热线，早在16年前，也就是2007年的8月，当时我国防长访问日本，与日本防务部门达成了共识，双方在联合公报上提及同意建立海上联络机制，以防止发生海上不测事件，维护东海的和平。简而言之，就是建立一条中日海上直通热线。这条直通热线的级别很高，可以让两国防务部门领导人直接通话，能够有效管控中日海上力量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出于大局考虑，中国就这件事积极进行磋商，但没想到的是，日方却因为各种原因三番两次破坏谈判氛围，将直通热线议题一拖再拖。这种做法很显然违背了当时两国防长达成的共识，那么日本政府这么没有诚意，我国自然不会热脸贴上冷屁股。所以有关两国军方直通热线一事就这样搁置了。现如今时隔16年了，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主动启动直通热线和我国防长进行沟通，恰恰证明了一件事，日方已经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如果日方不利用好这个直通热线，那么中日两国在海上的矛盾将无法控制，所以才会打了这通电话。至于为什么这么着急，我个人认为，或许是解放军拉萨舰编队绕日航行给日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以拉萨舰编队的战斗力，假如中日双方在海上发生了冲突，日方没有渠道及时和中国通电话，恐怕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吃大亏。所以日本开通直通热线是聪明之举，也是无奈之举。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